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句非常关键的话。这句话呢，可以帮你获得让生命临在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你从一切困境和问题里解脱出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这句话就是没有问题需要解决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这句话很重要。绝大多数的人修行，或者说学习一些显化和吸引力的技巧方法，或者追随某些学派宗教等等，就是所有的行为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自查一下，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驱动力。这个驱动力呢，就是解决当下的某个问题，或者改善当下的某个境遇，或者为了实现某个目标。我把这三句话并列在一起说，其实它们三个是一个意思，可能表达出来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修行也好，练习吸引力、练习显化也好，就是我为了解决或者打开我财富上的问题，因为我总是亏钱，因为我做生意总是不顺，因为我很多年都活在财富的匮乏感里，我的财富场总是打不开，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，关于财富上的。然后呢，我想通过修行，通过练习某些技巧呢，去改变我当下的境遇，解决当下财富匮乏的问题。这是在财富上。再比如说在情感关系上的，我婚姻坎坷，我在婚姻关系上呢，就是感受到的都是重重的束缚，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感觉很心累，和我的伴侣相处觉得很难，感受到的都是不幸福。那这个情感关系还可以延伸到亲子关系上，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矛盾重重。现在这个家庭教育很火，就是关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，很多老师都在讲。但是你从觉醒层面去看，你去修行或者去做一些功课，希望去改善和解决孩子的某些问题，或者想去找到自己的天赋才华，解决其他的任何人生问题等等诸如此类，它都偏向于入世，就是在现实人生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，就是希望通过解决一些问题呢，获得人生的顺遂、自在、丰盛。当然，可能有些人呢不求这些，他求什么呢？求仙问道，希望通过修行去证得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，或者实现人生不再轮转了，能够真正意义地获得解脱，获得涅槃。好，发现没有？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当下是需要改善的，当下是需要改变的，当下是有问题的，和当下相对应有一个更好、更远、更大、更美满、更丰盛，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前方等着你去到达，等着你去实现。讲到这里呢，可能有人会有共鸣，如果你修行了，应该会有更加强的共鸣，就是在觉醒之路上，关于当下有问题，当下需要改变，当下需要改善，当下我要获得一个目标等等，它是绝大多数人觉醒路上的一个核心卡点，非常大的卡点，也是很多人无法证得真正意义解脱的一个核心卡点。为什么说它是卡点？这个卡点首先它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你对于时间的信念。人生的一切体验和创造都是在当下发生的，无论你认知里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好，它都不是现在；无论过去多么的令人怀念，它都已经过去。人生的所有体验都在当下。佛家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你当下是什么，你就必然经历什么。当你认为当下有问题在这里，认为有一个未来的目标更好、更远、更美满等着你去到达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当下不断地创造匮乏，创造问题，创造需要解决的境遇。于是你也无法真正意义地实现人生的觉醒。
更没有办法创造所谓的真正意义的丰盛。它底层的真相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有二元对立的信念和认知，比如买东西要买更好的，住房子要住更大的，买车要买更贵的等等，诸如此类。你可以回看一下你的人生，你从小到大是不是都是在追寻一个更字？基于这样一个对立分离，于是人生就不断地活在追逐之中。所以你看着好像是在去修行，但是你不自觉仍然受困在模式里面，仍然受困在二元对立的这种分离里面。这就是当下有问题需要解决背后潜藏的模式。讲到这里，有人会说了，那我现在亏损100万不需要解决吗？我现在的婚姻困难重重，无法过下去了，我不需要改变吗？其实我上面所说的这些不是让大家不要改变，而是不要走颠倒了。你要改变的是这个当下的追逐心，你要把它改变，你要把这个当下的观察者角度改变。当下境遇的改善方法，不是要追着影像跑，而是要改变你的内在。这个改变并不是真正的改变，是你要从分离对立来到合一里面。你要从当下都是问题，切换到一切皆是奇迹的角度。你要站在这个角度，也就是合一的角度，站在合一的角度去看待你人生的所有事情。一切皆是奇迹，生命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因为生命就是一场去经历、去体验、去享受的神秘之旅。那些所谓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正是这些被创造出来的问题，在时刻对抗生命，反对生命，反对喜悦，反对你对当下宁静的体验。你有1万种理由去相信自己不能享受生命，不能爱与被爱，去证明自己是苦难的、失败的、不幸的。但是如果你能跳到一切困住你的问题之外去看待问题，你就会看到这些认为问题存在的理由都是虚构的。所有认为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积极的被经历、被体验，甚至被享受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形式。如果你能真切地感到现在这样是可以的，那么就在此刻困住你的问题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因为当你对任何问题说出这是可以的那个瞬间，你就停止了给它继续提供能量。你在接纳它的瞬间，它就不再是问题了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合理的存在和发生。只有当你拒绝它的发生和存在时，问题才会成为问题。尤其是当你觉得它不应该这样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有力量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对立来到合一，从抗拒来到接纳，来到没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角度。注意，这个转变不是在头脑里简单转换一下，而是在潜意识里面真正的活在这样的状态里。没有问题需要解决，你真的活在这样的状态会有个什么样的标志呢？就是对外在的事物你生不起批判，你生不起恐惧。无论外在境遇是什么样子，你都不可能去批判、抗拒、焦虑，因为一切皆是奇迹。因为你已经了悟真相，看到人生的实相了，你已经离开悟觉醒非常近了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只是模式解锁问题。所以一切都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需要解决。它就是人生的黄金法则，或者说是咒语。一个时刻都在对抗各种问题、情绪起伏不定的人，和一个可以一直保持喜悦平和的人，他们的唯一区别，就是前者不能对自己说这样没问题，这样是可以的，而后者则全然地对自己说，一切都是可以的。前者不断地试图去否定自己、改善自己，试图在生命中追求确定和完美，试图让自己达到满意，而后者并没有试图去改善自己，也不追求所谓的完美。
他恰恰接纳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完美。虽然生命本身是圆满的，但是生命在我们外部世界的呈现形式却是不圆满、不完美的。而我们想要向内回归到圆满的生命本身，想要让自己活出一个更高维度、更高范畴的生命状态，那你首先就要先接纳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完美。然后你才能去体验和享受这些不完美，安住于这些不完美。当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都能真诚地对自己说，这样是可以的。那你的问题还从哪里来呢？你的问题只是来自于你对当下的不接纳，不是吗？你总是无法接受你现在的样子，于是问题产生了，并且没完没了，如影随形。事实上，就在你全然地认为这样是可以的那个当下，所有的问题就都会消失不见。你要从外在影像中跳脱出来，要从对影像的分别批判、否定、对立、追逐、选择里，来到无需选择，来到没有问题需要解决，来到合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。当你站在一切皆是奇迹的角度去看待一切的时候，那么这些境遇就会伴随着你的角度自然而然地发生扭转。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你是什么，你就必然创造和经历什么。你并不能够经历你所不是的。圣人转心不转境，凡夫转境不转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转你的心，就要转你的观察者角度，就要把这个角度去转变，从对立分离来到合一，从不断选择追逐来到无需选择，没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角度里。从这种角度，我们来看道家讲的无为。无为的本质是什么？为什么老子是圣人？因为他看到人生实相了。无为而无不为讲得非常巧妙。你在无为之中才能无所不为，你才能够创造一切。佛陀说每个人都本自具足，你就是无限丰盛、无限美满、无限智慧。佛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他们都是来带你到达人生实相。当然，要真正做到，肯定没有说起来这么简单，因为在头脑里转变是不管用的，你要从你底层模式里转变。而底层模式转变的一个根本呢，就是你不会对外在境遇升起任何的恐惧、焦虑、否定、担忧。这是真正意义的转变，也是走向觉醒的一个关键点。我相信，如果你的内在真的接受到了，那么你一定会真诚地试着去做，试着去对一切已经被你的头脑定义为当下的问题和障碍，说出这样是可以的，一切都是没问题的。然后一个真正临在当下的你，自然会带着当下的力量，心无旁骛地行所当行。此时的你是知行合一的，你会活出你的生命，享受你的生命，你会以生命为乐，并且下一个片刻，你注定将会更加的喜悦，因为你的喜悦是来自于这个片刻。如此的往复，你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喜悦和宁静。记住，这一切都不是来自于去解决问题以及自我完善，而是通过活在每一个当下。当你安住在这样的角度里，安住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外在境遇不可能不转变，不可能不扭转，它一定会扭转。所有令你焦虑的什么财富问题、情感问题、健康问题、亲子关系、天赋使命问题、事业问题等等，这些问题荡然无存，于是人生就真正意义地处在了奇迹的创造之中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